电梯停靠在27楼，停靠时小苏一阵眩晕，这是身体没有复原的症候。小苏在电梯的镜子里打量过自己，浑身上下都有点松。小苏出门前花2个小时精心修饰过自己，色彩的配备都动用了夏末。小苏尽量使自己充满弹性，举手投足处处见得青草气息，但他的目光不景气，收不紧，显得绵软无力，所到之处休休闲闲。小苏的包里塞了前天的晚报，走进底楼的大厅时，他的自信心其实就跑掉了。小苏挺了挺胸，感觉上不到位。电梯把小苏送到27楼，地毯是米色的，来来去去都是一些漂亮姑娘。小苏猜得出，她们都是来和自己抢饭碗的敌人。小苏在27楼的过道里向右走到尽头，拐了个弯，一眼就看见晚报广告上的门牌号码。小苏望着这排鎏金的4位数，胸口一阵跳。小苏敲开门，迎上来一位漂亮的女招待。小姐说：“应聘吗？”小苏点过头。小姐伸出左手指向墙边的沙发，她的微笑和举手投足都是礼仪，像印刷体签字，规整文雅，加了点权威。小苏在入座之前看一眼窗外，城市在脚底下，城市被俯视时越发体现出浓郁的都市气质。这种气质使每一位靠近他的人倍感孤寂。汪老板坐在很大的酱色办公桌后头，看上去不满40岁，一脸平静的傲。他的头发和白衣袖给小苏印象极深，是一个考究起来无微不至的男人。这种考究不是临时修饰的，看得出是日常状态。小苏坚信再往前走2步，会闻到男士香水的气味的。小苏回答了10几个问题，都是预料之中的提问。小苏尚未复原的身体在这个紧要关头慢慢地累下去，持不住，目光像暮色那样苍茫了。小苏注意到汪老板已经不再问他什么，只是望着他。他把玩着黑杆圆珠笔，后来说：“你不适合这份工作。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小苏没有立即转身，脑子只是空，只是伤心与不甘。再让他歇4、5天，他小苏完全可以争取到这份工作的。但小苏没有把这话说出来，他就把失望和希望全放在眼睛里头，和暮色一起冲着汪老板苍茫过去。我每天在5点半至6点半之间下班。汪老板很慢地说：“我很希望回家的时候家像个家，我一直想找一个钟点工，就1小时。我受过高等教育，英语6级，能熟练的你已经说过了，这只是个价格问题。你有老婆孩子吗？你应当说妻子和孩子。你有妻子和孩子吗？有。”汪老板的居室相当大，花了大价钱修饰过的那种，有一种豪华却又简洁的局面，是单身男人的居住风格。客厅里有几张特大的真皮沙发，黑色笼罩了百叶窗的明暗分布。屋里干干净净，空空荡荡，看不出有人开饭的迹象。这样的屋子住100年也不需要拾掇的。小苏有些紧张地问：“我花1个小时在这做什么？”汪老板背着身子说：“你可以看看晚报。”小苏说：“你说过你有妻子孩子的。”
王老板站在百叶窗前，神情冷漠，手里拨弄一片窗叶，望着窗外的天。王老板说：“我结过3次婚。”小苏极不放心地望着王老板，他的眉毛很淡，又细又软。这个发现得益于窗外的黄昏光线。小苏的印象中，这样的眉毛通常属于那一种男人，孤寂、多疑、忧郁，满脑子云山雾罩。你到底要我做什么？小苏说。王老板不说话，他坐进沙发里头，两手捂在脸上，只留了额头和2只眼。王老板说：“我只要你在这儿。”王老板抹了一把脸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我希望每天回家时家里有个人，我可以按广告上的价格给你工钱。”这是一个好价钱，小苏没有勇气拒绝这个价。我安全吗？小苏问。王老板的眼睛无力地望着小苏，好半天才说：“我是你们系文革之后的第1个博士。”小苏疲惫地笑起来，开心地说：“我们是老校友。”王老板没有表情地说：“我只是你老板。”小苏爬上2楼，迎面开过来一列火车。小苏用1只手扶住墙，大口喘息。小苏望着火车，在某一个瞬间，他又一次产生了错觉。小苏觉得站在这里喘息的不是自己，而是阿娟，自己正腆着大肚从车站卖肉包子回来。生活这东西有意思，你游移在所有的日子里，而本质部分时常会选择某一个错觉，描画出生活的真实状态。小苏其实真的就是阿娟。少女有1000万种，而女人历来就只有1个。小苏进门时，夏沫回过头来仔细研究她。夏沫走到小苏的对面，拥住她，让她的乳峰顶着自己的胸。夏沫用眼睛问她：“你成功了？”小苏点了点头。夏沫用眼睛继续问：“真的？”小苏开口了。小苏把下巴搁在夏沫的肩上，说：“明天就上班了。”夏沫抱起小苏，在原地转了1个圈儿。夏沫大声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这世界将来是女性的，女将出马，杀遍天下。”小苏被夏沫转得头晕，一屁股坐到床上。夏沫说：“让你做什么？”小苏没有立即开口，却把手捂在了额前。小苏说：“广告上不是都说了，起草文件，信函往来。”小苏做了个打字的手势，笑着说：“1年下来，我起码是个作家。”夏沫仰在床上，2只胳膊叉得很开，像只蜻蜓。夏沫叹了口气说：“你再找不到工作，我都准备去卖淫了。”小苏拿眼睛骂他，说：“这年头找工作难什么？只是不容易合自己的意罢了。”夏沫摸着小苏的臀部，问：“你呢？这工作合不合你的意？”小苏说：“怎么不合我的意？过2年我就是白领丽人了。”夏沫懒懒地说：“过2年我都是大画家了，白领丽人算个屁！庆贺一下，我去买盐水鸭。”小铃铛从门缝里挤进来，只露了一张脸。小铃铛的脸上有一层茫然寂寞，是那种对某种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的茫然寂寞。小苏半躺在床上，无力地招招手。小铃铛走到小苏面前，内心积了许多疑问，想说话，只动了2下嘴唇，就安静了。小苏的手抚在小铃铛的腮上，知道他的心思。小苏说：“我教你说话好不好？”
小铃铛望着小苏的嘴唇，它们无序而又无意义地乱动。小苏要过小铃铛的手，摁在腹部，说：“说话好不好？”小苏把下巴伸出来，自头自尾都咬得结实，打着手势说：“你好。”小铃铛毫无表情地望着小苏，对这2个字似乎没兴趣。小苏说：“那我们说再见。”小苏张大了嘴巴，大声地说：“再见。”小铃铛唇部的蠕动表明了他的说话欲望，他的嘴巴张得很大，却没有任何声音。小苏摸着他的喉咙，示意他放松。小铃铛向四周看了一眼，小狗那样大叫了2声。这样的尖叫让小苏伤心绝望，但小苏用微笑表扬了他，给他鼓掌。小铃铛的手一直摁在小苏的腹部，他的手掌感受到小苏的说话的气息。他叫了2声，他的发音至少在节奏上是正确的。小苏洗好手，用指头拽紧小铃铛的舌尖。小苏说：“再见。”小铃铛的发音不能表达任何内容，但节奏和声调有了个大概。他发不好那个音，他只能知道那个音的意思是再见。为了使谎言自圆其说，小苏不得不把自己的秘书工作拉长4个小时。也就是说，小苏不得不在每天下午1点半上班。即使是这样，在时间问题上依然有漏洞。这个漏洞成了未来生活的隐患。小苏尝到了谎言的厉害，他每天得用4个小时去忍受4个小时。生活一旦需要谎言，谎言自然而然就构成了生活本质。小苏逛完2条街，一想起将来编不完的谎言，脚底下又累了。小苏不敢逛街了，万一碰上什么人，又是一通瞎话。过得好好的，一不小心倒成了贼了。下午2点钟，小苏打开了汪老板的家门。办公室的钥匙很漂亮，质地坚硬冷漠，不锈钢的。小苏不喜欢不锈钢，不锈钢的触觉使世界充满了医疗性质。小苏把不锈钢钥匙插进锁孔，轻轻一个转动，这个转动唤起了小苏内心深处最糟糕的时刻。不锈钢在深处的转动给小苏留下了永恒惊恐。屋子里又暗又凉，豪华居室向小苏打开了一个冷漠的空间。推门的刹那，小苏想起了汪老板。这个冷傲的空间显然比它的主人更为冷傲。小苏向四周张望，这样的家里怎么也不该没有电视和电话的。汪博士怎么也不该使自己的生活远离电视电话的。小苏一个人坐在沙发里头，想不起该做什么事。小苏的脑子里空了一大块，仿佛做了一个梦。这个梦一同被空调弄凉了，像在地下室，鬼气森森地游来荡去，不见痕迹。小苏在这样的时刻追忆起手术，现在和那时是一样的，空了一块，但不是子宫，是在别处。小苏盼望汪老板能早点回来，在这个空洞的午后，小苏唯一的盼望就是他能早点回来。这种盼望使小苏无法面对自己，坏感觉笼罩了小苏。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？小苏在心里骂道。这他妈的是哪儿对哪儿？